上回说到，草帽一伙来到威士忌山峰，在这里结识了卧底潜入神秘分子组织巴洛克工作社的公主薇薇安，以及薇薇安的管家伊卡莱姆。出于怜悯之心，草帽团决定帮助薇薇安回到本国。路飞和索隆打败了巴洛克工作社的杀手，草帽团扬帆起航，载着薇薇安向沙漠王国阿拉巴斯坦前进。不过，要到达阿拉巴斯坦，首先还要经过一个主要关卡，就是据说有去无归的地狱级关卡小花园。草帽团一路打打闹闹，轻轻松松，好像观光旅游一样。薇薇安对大家的实力表示怀疑。很快，在梅里号左前方出现了一个充满雾气的小岛。根据指针显示，那里就是他们到达的第一站小花园。这是一座造型奇特的小岛，充满了度假氛围。不过，在岛上埋伏了一位不速之客——巴洛克工作社特工 Mr. 3。Mr. 5战败的消息，经过社团内部的专用通信线路，早早的传到了这里。对于5的失败，3哥表示根本不意外，并且讽刺5是个对自己的地位和果实能力盲目自信的蠢蛋。无论得到多么厉害的果实能力，也没有比不能充分发挥其能力更浪费的事情了。4哥潇洒的将咖啡杯一饮而尽，自信满满。就让我们来好好教训教训那些家伙，让他们知道和犯罪组织作对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吧。草帽一会儿很快靠近小花园的岸边，这座岛虽然看上去没什么，但是茂密的丛林、诡异的氛围给人一种不祥之兆。想起之前突然登上梅里号那名巴洛克工作社的女特工所说的话，大家就不寒而栗。乌索普冷汗直流，强烈建议还是不要登岛了，直接绕过去不就行了？其他人提出反对，如果不登岛的话，记录指针的磁力就不会出满，而且草帽团也确实需要登岛采购物资和食材。这时，在岛屿的边缘出现了一条蜿蜒的岛内河道，草帽团驱船进入。大家感叹这个地方真是山好水好空气好，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没见过的植物。岛上传来一阵不知名鸟类的惨叫，接着甚至被一只大鸟给抓走，众人惊呆了。惊魂未定之时，突然又传来一阵爆炸声，听上去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的声音。然后又看到岸边出现了一只有半个梅里号那么大的老虎，老虎凶恶地向草帽团嘶吼，突然又惨叫一声，浑身喷血倒在了地上。众人慌了，这种地方绝对不正常。这次纳美站乌索普一边强烈建议不要登岛，就在船上静静等待指针出满磁力，然后迅速离开。然而此时路飞在一边已经兴奋难耐，船刚一停下，路飞就迫不及待地从山珍那儿要了海贼便当，然后和薇薇安和他的坐骑可达鸭一起登岛冒险去了。索隆伸了个懒腰，跳下梅里号，准备出去来一次说走就走没有回头路的散步，甚至想留下来守船，拜托索隆去带点野兽回来做食材。索隆鄙夷地说道：“放心，我一定会逮住一只你从来没见过的大动物回来的。”一句话惹毛了山治，跳下了船，和索隆来了一场君子之间的较量，看谁在规定的时间内抓到的动物更大更重。厉害的人都走了，只留下了松花二人组纳美和乌索普。人在船上欲哭无泪，没人能保护他们，留在这里和等死有什么区别？此时岛上再次传来一波接着一波的巨大震动声。登岛探险的路飞、索隆、山治分别看到了恐龙。舰队使馆薇薇安吓呆了。从岛上的生态系统来看，这里应该是太古之岛。伟大航路各个岛屿因为航海的困难，所以岛屿间并没有什么交流。于是各个岛屿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文明，有拥有高度文明的岛屿，也有在数千数万年间没有任何进步，完全保持着原有样貌的岛屿。伟大航路混乱的气候让这种听上去天方夜谭的事情成为可能，所以这个岛完全就是恐龙时代的样子。但是恐龙还不是岛屿上最恐怖的生物，岛上有着比恐龙还要巨大还要凶悍的生物——巨人族。根据一个名叫路易亚诺德的探险家在书中介绍说，对于那里的居民来说，这座岛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庭院，小花园由此得名。乌索普和纳美守在梅里号上，人在船上坐，祸从天上来。岛上的震动越来越大，距离岸边高大的树木一棵接着一棵的被折断倒下，一个遮天蔽日的巨大身影由丛林中慢慢走出来。纳美和乌索普吓得浑身发抖，眼前这个长得像张飞一样的巨大身影，就是书中所介绍的巨人族。巨人族对于曹文腾的到来一点不意外，看上去也没有恶意。他俯下身子，向已经被吓呆的纳美和乌索普讨酒喝。一头恐龙从后面咬住巨人的后背，巨人拔出腰间的巨斧，回身将恐龙的脑袋砍了下来，行云流水，毫不犹豫。我是埃尔巴夫村最强战士布洛基。布洛基将恐龙头举到乌索普和纳美面前，说道：“现在肉有了，今天我来招待你们客人。”乌索普和纳美尖叫一声，倒在了甲板上。巨人布洛基一脸懵逼。乌索普低声说道：“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动。”布洛基把松花人族带回了自己的洞穴，在洞穴外把恐龙肉烤了。乌索普和纳美心中暗叹倒霉，不管自己怎么装死，那个家伙就是不上当。乌索普瞥了一眼旁边，发现布洛基的洞穴里布满了头骨，吓得乌索普差一点叫出声来。二人趁着布洛基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烤恐龙上面，悄悄爬起来跑出洞穴，头也不回的溜了。二人没跑几步就被剑齿虎和恐龙追上，二人只好掉头往回跑。
恐龙在后面穷追不舍。跑了几步后，恐龙突然尖叫着溜了。二人抬头一看，布洛基的大脸就在他们的头顶。乌索普和娜美吓坏了，但布洛基对他们丝毫没有恶意，非常诚恳地把他们请回去吃烤恐龙肉。而面对着烤着滋滋冒油、香气扑鼻的恐龙肉，咽了咽口水，流着泪表示自己不饿，没有什么食欲。两根小算盘打得很响，他们猜测居然是准备把他们养胖了，再拿他们做饭后甜品。只要他们忍住不吃东西，一直长不胖，他们就是安全的。不过不知道记录指针要多久才能出满，如果是3天那还好说，肚子饿的话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娜美大声问布洛基，记录指针在这里多久才能存满？布洛基笑道，只需1年。娜美和乌索普听完直接晕倒。路飞这边正和一头巨大的长脖子恐龙玩得开心，引来一大群长脖子恐龙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恐龙的怒气值正在叠满。路飞却毫无知觉，结果直接被恐龙吞了下去。路飞也是命大，另一个巨人登场，一剑把恐龙的长脖子砍了下来，把路飞救了出来。这个长得像关二爷的巨人自称是东丽，声称自己也是阿尔巴夫最强的战士。路飞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平静地看着巨人东丽做了一番自我介绍。东丽称赞路飞和长脖子恐龙战斗的勇气，听说路飞是海贼，东丽笑得更开心了。东丽把路飞和薇薇安请过去吃恐龙肉，路飞把带来的海贼便当送给东丽做见面礼，二人商业互夸一下。路飞好奇地问东丽，一个人住这里不闷吗？难道没有自己的村子吗？东丽愣了一下，告诉路飞自己的家乡在阿尔巴夫村伟大航路的某个岛上。东丽的小花园里和某个男人有约，决斗了将近100年了，还是没能分出来胜负。路飞很吃惊，东丽表示这都是小场面，因为巨人族的生命本来就是人类的3倍长。薇薇安听完表示，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，但是我大为震惊，既然都打了100年还没有分出胜负，那还有继续决斗的意义吗？多大仇多大怨呀，需要这样自相残杀？东丽听完也没有反驳，仰天大笑。突然大地剧烈震动，火山开始喷发，东丽脸色一变，抓起武器站起身来，你们先坐着，大哥我去打个架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而乌索普和娜美这边，丈夫一样的布洛基脸色也沉了下来，把烤好的恐龙肉就丢进了火堆里，然后站了起来。抱歉呀，我要暂时离开一下，这是持续了100年的决斗信号。持续了100年的战斗到底起因是什么？两个巨人同胞都忘了，决斗好像已经成为了他们两人交流的唯一途径。薇薇安大惑不解，男人的心思你别猜，男人的脑子你想不明白，尤其是除了人类以外其他物种的男性，什么深仇大恨能斗争100年啊？杀父之仇啊，还是夺妻之恨啊？路飞拦住薇薇安，表示你个娘们家家，你懂个什么？男人的战斗自有他们自己最正当的理由，要么为了部落，要么为了荣耀。没错，就是为了荣耀，目标什么的早就不重要了。东丽此时已经奔了出去，而另一边布洛基也飞奔而来，二人以极快的速度靠拢，岛上高大的树林在他们面前就像是灌木丛一般。二人飞奔到一起，武器和武器剧烈碰撞，产生的冲击波把路飞掀翻在地。路飞一下子严肃了，这种气魄也太厉害了。小花园岛上的茂密丛林中，一个四四方方的蜡烛屋子坐落在丛林深处。一只不知死活的恐龙跑过来寻找食物，结果一转身碰到2个人类，Mr. Five 和 Miss 情人节来到这里。情人节动手用1万斤的重量击垮了大恐龙，随即2人推开蜡烛城堡的大门，看到死瑞哥和他的那个萝莉搭档。Mr. Five 称赞死瑞哥盖房子的手艺不错，不过论打架嘛，还是自己亲自动手痛快。这趟任务还是归自己的2人组处理，希望死瑞哥手下留情，不要插手。情人节自信地说，我们不会再犯那种错误了。死瑞哥笑了笑，嘲讽的笑。Mr. Five 和他的搭档脸色很差。死瑞哥抽出了2张通缉令放在2人面前，笑道，我还得感谢你们替我创造了来这座岛的机会。Mr. Five 拿起通缉令一看，认出来了，这2个家伙居然是巨兵海贼团大名鼎鼎的轻轨东丽和红轨布洛基，这2人可是业界名人。不过那是100多年前的通缉令，当时的悬赏金是1人1个亿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死瑞哥鼓动 Mr. Five 和他的搭档来帮自己捕获2个巨人族，一场大战即将展开。